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是2025年的12月27日，星期六。那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美股实盘这个小栏目。今天呢，主要和大家想聊一下关于 ETF 的投资，就是基金的这个投资的我的一些观点啊。那么首先呢，还是要总结一下这一周我的这个美股小账户的一个情况。那么在圣诞节之前呢，就12月23日呢，我录了一期。那么当时呢，我的这个账户总的盈利呢，在这个一个月加5天啊，就35天，达到了45%。那么我当时呢就以为这星期就结束了啊，没想到其实星期五就是昨天，美股还是开盘的啊。那么现在的数据和之前呢又不一样了，所以还是要再更新一下啊。那么这一周呢，就截止到27日啊，就截止到今天，我的这个总的盈利呢是业绩啊是9%。然后呢，这一个月开始，就12月1日到27日呢，我的这个业绩呢是到18%。然后呢，算上啊，就11月18日开始，一直到今天，那么我总的这个业绩呢，回报呢，应该是在48.9%啊。那么其实在星期五呢，当时呢，它总的已经超过50%了啊50%。但是呢，我认为它下周呢还要再继续上涨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做操作啊，就我没有把它给卖掉。如果我只是为了要满足50%的收益这个数字的话，那么我只要当时把它给卖掉啊，那就已经到了啊，就50%。那么我做这个小的节目呢，主要的，呃，就是怎么说吧，主要的就是这个，想法吧，灵感吧，就来源于巴菲特先生啊，就是沃伦巴菲特先生，他曾经说过啊，他说，如果我现在手里管理的是100万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账户，他说每年我可以保证收益达到50%。那么我呢，在这个11月啊，我觉得剩下来的时间啊，我就突发奇想，想用一个小的账户来尝试一下。那么事实上呢，这个尝试呢，就是从这个账户的各种操作呢，其实是完全颠覆我之前的一些常规的操作的啊。比如说我之前的操作也是，我会去很少的去频繁的去买卖啊，那基本上就是我会看中一个股票啊，然后呢我就去把它给买进去，然后呢等待啊，就是那个目标的到来，对吧？比如说英特尔啊，我19块买，那么我到36块、7块我给它卖掉啊，我觉得它要翻倍了，对吧？那就给它卖掉。基本上啊，或者说就是30%、40%啊，就一个收益，我不会去我再去给它频繁的买卖去卖掉，这是不会的啊。但是呢，小的账户啊，因为我这个账户已经小的不能再小了啊，说实在的，就是我认为像巴菲特先生说的100万美金啊这样的小的账户啊，去实现高收益，50%我认为是非常没有特别大的压力的啊，因为从11月18日开始呢，其实美股的行情啊，就是美股的这个情况不是很好啊，基本上都是在下跌啊，难得有一些反弹啊。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在牛市当中的一种情况，对吧？它不是很好操作的啊。但是呢，呃，我还是做到了啊，就应该来说50%，而且只花了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啊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资金的数量也达到了7700啊。那么等它超过10K 以后呢，它的复利的增长速度呢，就会变快的啊。那么我呢也是啊，就是受了这样的一个启发，就是复利啊，就我要看看，因为芒格先生说啊，复利是最重要的，我没有就是真正的去实践过，
对吧？因为我之前我信仰的一直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是价值投资啊，那我买一个股一下翻个几倍，翻个5倍，翻个6倍，当然那个就一下子你获得的回报是很多的。我也知道这么频繁的去操作啊，就像我现在这种模式吧，就可能一个星期操作一次这样。其实它也是有利有弊的啊。那么弊端就是，呃，不一定啊，就是你最后有那种5、6倍一下子赚的多啊。但是呢，好处呢就是比较灵活啊，就是你不太会面临大幅度的就是回撤啊。就像我这个曲线，基本上它是一直在上涨的，它不太会就比如说它资金曲线涨到比如说一个数字，然后突然回撤了10%、20%，那都没有，那都没有啊。那基本上就是达到目标啊，你就可以完成了你这次操作，然后再找到下一次。就它的风险上来讲呢，是比那种要低的。那你比如说你长期持有的话，你买了放个比如说2年、3年啊，或者1年，那么它有可能当中经历了一次大的下跌，就有可能回调30%、50%，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啊，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。那个时候就要看你的心态了，对吧？好吧，那么由此呢，我们现在把话题呢引申到那个 ETF 啊，就是基金。因为很多朋友呢，包括我有一个亲戚啊，那么他也问我，他说是不是就是长期的投资美国股市的什么标普500指数啊，或者纳斯达克100指数啊这种啊，他说这种就是呃，比如说几年的回报是很高的，是吗？那么我呢就是跟他谈完一次以后呢，我自己也去仔细的研究了数据啊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拿这些数据出来说的呢，它只是拿就是说最就是说最好的那一段，就像有的人你去买一个保险的那种理财的什么保险，他跟你说我这个保险多少多少年的收益啊，他不是完全算上的。就我那个亲戚他给我看的数据也是的反正就是大概是5年吧，还是几年，那个数字是翻了几倍啊。但是如果你再往前再加上一段时间，它的数字其实只翻了2倍就是说5年可能再加3年变8年，8年的时间可能它的只翻了2倍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其实最主要的，我觉得就是基金管理呢，它有就是 ETF 这种什么指数类的，它有几个问题。首先呢，就是它所有的就是这些大的这种指数的股票，它都要去买的，但是并不是就是这些股都会发挥的很好啊。那么有的股呢，它会拖累了就是你的成绩，就整个这个指数的成绩，对吧？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它呢是必须要满仓的，就是说这个股市不管是好的时候，还是这个股市它是不好的时候，它都要不停的去买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去操作，比如说我去操作，那我等它这个估值更便宜了，对吧？就是说我意思说我捡便宜，我等它有机会便宜的我进去买，很贵的时候我不进去买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觉得会抹平就是它的这个盈利，就本来这个盈利可能是确实你稍微动一动就可观了，但是呢，就是因为这种很固定的一些模式吧，那么导致呢，就是这个盈利就有时候会被抹平，就如果你拉长时间线来看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呢，它是一种被动式的它不会就是说就有这种主动式的一些基金嘛，对吧？投资的这种，那么它是会去管理的会去管理的。那就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木头姐，对吧？他的那种投资方式那么他就是这不停的他有些东西他要卖掉，有些东西呢他就买进那他会主动式的管理的。我发现呢，就
很多问这个问题的人啊，他会说就是啊，如果我什么都不懂啊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就是一个新手，那么我上来就我去买这个什么东西呢？然后很多人就给他推荐啊，说要买这个什么呃指数基金啊什么，嗯，长期看吧，对吧？反正就是如果你要放10年、20年啊，那么来看，那它肯定是上涨的啊，可能2倍、3倍还是多少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觉得有几点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不懂这个东西，或者说你未来也不打算去了解、学习这个东西，就投资这个东西，那我认为你最好就不要去做投资了啊，你的钱用来储蓄，储蓄也是一种理财啊，或者说你去买一些你觉得看得着啊，比如说你像什么房子啊什么这种，对吧？或者说买国债啊这种类型的东西。那如果说你要从事这种风险类投资的，像股票啊这种，那么你最终你还是要自己去研究的啊，就是你要去了解这个东西的。那你还不如就是自己去，就慢慢的开始啊，就你自己去观察、去实践。那虽然有可能你不一定获得高的回报，你不一定就是一定盈利啊，有可能你有损失，对吧？有可能会亏损，但是呢，他获得的经验是你自己的。那么往往就是很多人他把就自己一大半的这个储蓄啊，就他这个钱可能他储蓄了很久，存了很久，然后他想获得一个比存在银行更高的一个回报，然后呢，他就听信了啊那种，比如说投资建议，去买了这些指数基金。那么到了最后呢，啊，就是由于那个基金可能它的回报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啊，或者说它就是获得了一些回报，别人又给他拉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些什么建议了，对吧？但是碍于他自己又不懂这些方面的知识，所以呢，他最后啊就亏损了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就是要不啊，就是你自己要下场，你去实战，对吧？你可以从小的资金开始，就像我这个账户，我从一个很小的资金开始，$2000开始，我逐渐的啊去慢慢的靠复利来积累。那么一方面呢，可以积累一种经验，因为这种模式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擅长啊，我也是在摸索中。你像我也录这种视频啊什么，给大家不停的就总结我现在的遇到的情况或者我的一些想法，对吧？还有呢，就是如果你觉得啊这个自己去看又看不太准，比如说你自己选股票你也不太准，然后呢，你也不太想啊花太大的心思去了，但是你又觉得要找一个比 ETF 更好的一种方式，对吧？那完全可以买一些，比如说就是它的这个股票啊，它的回报每年它是高于那个指数的啊。这种举个例子，就比如说那个伯克希尔哈萨韦，对吧？就是巴菲特先生的公司，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投资公司，他就是别人买他的股票啊，那么他拿那个钱去投资了，他去买别的这个别人的公司啊，或者他去投资股票，对吧？所以就是他是每年肯定是回报长期几十年以来是超过那个指数的啊。像这样的公司不止他一家，也有别的啊，那我就不推荐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找，对吧？那种我觉得就比这种指数什么要来的收益更高啊，也相对来说其实也是安全的，对吧？那话又说回来啊，我并不是对什么 ETF 啊，或者说这种模式，就是我不会去投资，我也会买一些 ETF 啊。比如说我会买哪一些 ETF 呢？那比如说现在像黄金涨得很高啊，那个什么石油、原油，对吧？或者说能源，什么天然气之类的啊。那如果说举个例子，我看好黄金的，但是呢，你买黄金可能就要不就你买实物的黄金啊，要不就是你买一些什么期货啊什么那种东西，对吧？那种就是说它的
那个杠杆很大的啊，对我来讲我觉得有点不安全。那我觉得风险要降低，我就可以买一些黄金方面的 ETF，对吧？那么它的这个价值呢，它也是跟着这个黄金价格来走的啊。你可以做多黄金，你也可以做空黄金，或者什么石油啊，或者天然气啊，或者白银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就像这段时间那个其实股市不是很好啊，但是我的账户呢还是在就上升趋势，在盈利，对吗？因为主要呢，其实我这段时间呢，我这里面呢，我也买了一些天然气的基金啊，就是 ETF 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它也是让我盈利的啊。因为这两天如果去纯粹看股市啊，大家会看到这个股市，不是特别的好，好吧？那今天呢，就先分享到这里啊，也欢迎大家啊讨论一下你们的这个意见啊，可以给我留言啊，谢谢。